现在，请看着画面中穿着黑色皮衣的这个男人，他是黄仁勋，辉达 NVIDIA 的创办人，身价1000亿，被《时代》杂志封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辉达成为了地球上第一家市值突破2兆美元的半导体公司。看起来，他是天之骄子，是 AI 时代的造物主。但如果我把灯光关掉，把欢呼声静音，你会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黄仁勋。这是一个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被倒闭的恐惧吓出一身冷汗的男人。即便坐拥如此庞大的帝国，黄仁勋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却是：记住，我们公司距离倒闭永远只有30天。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掌握住全球算力命脉的王者要活得像个惊弓之鸟？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辉达今天的辉煌不是建立在运气之上，而是建立在无数次的濒死体验和几场赌上身家性命的豪赌之中。这是一个关于恐惧，关于承认失败，以及在黑暗中独自奔跑30年的故事。时间回到1996年，那时候的辉达不是什么巨头，只是一间刚成立3年、默默无闻的小公司。那是黄仁勋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辉达倾尽所有资金开发了一款叫做 NV1 的晶片。黄仁勋压住了一个独特的技术方向4边形绘图，但很不幸，微软发布了 DirectX 标准，宣布未来的世界属于3角形绘图。一夜之间，辉达的技术变成了废纸，公司资金见底，不得不裁员，距离破产只剩下几周。这时候，黄仁勋手里只剩下一根救命稻草，这是一份来自日本游戏巨头 Sega 的合约。Sega 当时支付了辉达一笔钱，让他们开发下一代游戏机的晶片。但问题是，黄仁勋心里很清楚，按照现在的技术路径，辉达根本做不出来 Sega 要的东西。继续做下去，不仅产品会烂尾，辉达也会因为耗尽资金而死。这是一个死局。换做一般人，或者是为了面子，或者是为了拖延时间，可能会选择隐瞒，试着硬撑到最后一刻。但黄仁勋做了一个违反人性的决定，他拿起了电话，拨通了 Sega 执行长入交昭一郎的号码。想象一下那种羞耻感，你是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拿了别人的钱，现在却要打电话告诉金主，我搞砸了。入交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们的架构错了，我们无法完成合约。如果你想让 Sega 的游戏机成功，你必须找别人做，你得开除我们。这是承认自己无能，这是在自杀。但接下来，黄仁勋说出了那个让他至今都觉得脸红，却又不得不说的请求。但是入交先生，我现在没钱了，如果你不把合约剩下的款项付给我，辉达就会倒闭。我求你，虽然我们无法交付产品，但能不能还是把钱给我们？这听起来简直荒谬，甚至有点无赖。但奇迹发生了，入交昭一郎沉默了许久，被这位年轻人的极致诚实所震撼，他答应了。正是 Sega 这笔救命钱，让辉达活过了最危险的6个月，让他们有机会开发出后来震惊世界的 Riva 128晶片。这次经历刻进了黄仁勋的 DNA， 他学会了在商业世界里面对错误时的坦诚，比掩盖错误的聪明更有力量。活下来的辉达靠着显卡在游戏界站稳了脚跟。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黄仁勋只是一个成功的硬体商人，但他不想只卖显卡，他想改变世界计算的方式。2006年，黄仁勋发动了第2次豪赌，这一次他的对手不是破产，而是孤独。他推出了 CUDA， 简单来说就是让原本只能用来打游戏的显卡变成可以用来处理复杂数学问题的超级大脑。为了实现这个愿景，黄仁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昂贵的 CUDA 逻辑电路塞进每一张卖给游戏玩家的显卡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辉达的成本大幅上升，但为了推广，他们不能涨价。华尔街炸锅了，投资人对着黄仁勋咆哮：谁需要用显卡算数学？根本没人再用这东西。你为了这0.1%的科学家，让我们的利润归零。辉达的股价暴跌，多年低迷。这种情况不是持续了1年2年，而是持续了整整10年。这10年里，黄仁勋在做什么？他在全世界到处跑，求着大学教授、科学家使用 CUDA。他在建立一所只有他自己看得到的未来城市。这就是商业认知中最高的境界，延迟满足。一般的 CEO 看的是下一季的财报，优秀的 CEO 看的是明年的趋势，而黄仁勋
他在2006年就看到了2023年的风景。他不是在卖产品，他是在养生态。他在赌一个当时甚至还不存在的市场。他相信总有一天，世界对算力的需求会爆炸，而当那一天来临时，全世界只能用他的语言 Q 的来说话。这种忍受误解、忍受利润缩水、忍受孤独的能力，才是辉达真正的护城河。时间快转到2016年，那条黑暗隧道的尽头终于出现了亮光。每一年，一家叫 OpenAI 的小实验室急需强大的算力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慧模型。黄仁勋亲自送去了第一台超级电脑 DGX， 他在上面签名写道：“为了未来的人类。”几年后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撼全球。AI 的时代全面爆发，全世界突然发现，想要训练 AI， 唯一的选择就是辉达的晶片。不是因为别的晶片不能算，而是因为全世界的开发者在过去那寂寞的10几年里，已经习惯了用 Q 的写程式。这时候，竞争对手才如梦初醒，想要追赶。但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已经生长了近20年的庞大生态系。有人说黄仁勋运气好，刚好踩中了 AI 的风口。错了，这不是运气，这是准备了10年的必然。当机会来敲门时，黄仁勋已经站在门口等了很久了。正如那句老话，所谓的一夜成名，其实都是百炼成钢。回看辉达这30年的旅程，从 C 个事件的濒临破产，到 Q 时代的10年省钱，再到今天的 AI 霸主，贯穿其中的不是骄傲，而是一种深深的危机感。2023年，黄仁勋回到他的母校台湾大学演讲，他留给了所有毕业生，也留给了我们一句话：跑起来，别用走的。因为你要么是为了觅食而奔跑，要么就是为了不被当作食物而奔跑。在这个技术迭代快到令人晕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黄仁勋。问问你自己，当你发现自己走错路时，你敢不敢像当年的黄仁勋一样，打出那通羞耻的电话，诚实的面对失败？当你认定了一个长远的目标，你愿不愿意忍受周围人的不解，忍受当下的痛苦，去坚持那个看不见的未来？辉达的故事告诉我们，痛苦与磨难不是失败的信号，他们是通往伟大的必经之路。不要停下，不要回头。在这个 AI 的浪潮里，只有跑起来的人才配拥有未来。这里是 Simon 的思维笔记，我们专注于挖掘商业背后的人性与逻辑。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被当作食物，请订阅我们下一支影片见。